是，你讲了你就别放这一招了。没听啊，你换一招放，你换一招放。爹手指断了，我也得窜你。这么，哇！现在弱方不啊！今晚和旭哥玩了一整晚的街霸2，真的是痛并快乐着。这种老游戏机的手柄按键真的是太硬了。现在楼下的大电视有一个顾客在玩斯普拉顿，在我们店真的是玩什么游戏的顾客都有。前几天 TGA 公布了年度最佳游戏之后呢，结果一点都不出乎我的意料，但是我们店的现状很出乎我的意料。按照往年来说的话，最佳游戏肯定会有顾客问和来玩的，但是今年非常奇怪。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，33号远征队到目前为止0人玩0人问，我觉得应该是 TGA 的这个颁奖好像今年都没有人在意了，反而我们楼上的话有一位顾客在这里玩羊蹄山之魂，马上就要达到白金了。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，我和老板娘刚过来，门口就已经等了4位顾客了。今天顾客来的这么早，都是为了来我们店一起看 TGA 的这个颁奖的。其实我们店每年都会看，主要是为了看一下第2年有什么游戏会出，什么时间会出，我们好提前做个准备。今年的 TGA 看完之后，我觉得对于电玩店来说，明年是绝对的游戏大年。我先不说出了很多的双人游戏和多人游戏，就影之刃灵和 GTA 6如果不跳票的话，他们2个的发售时间太完美了，一个9月份，一个11月份，正好是我们店的最淡季。工作指导吗？这不可能给33吧？不敢想。33提名了吗？提名了，就给33，敢提就敢给。有33选我看了这么多年的 TGA 了，我觉得 TGA 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，今年的真的是太夸张了。年度最佳游戏给33号，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但是年度最佳独立游戏，这个独立游戏的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呀？还有就是死亡搁浅2、羊蹄山之魂、天国拯救2、双影奇境，这几个游戏竟然一个奖都没有得，这几个游戏都是绝对的好游戏啊。嘉欣实在是太逗了，刚才手机只剩3%的电了，我跟小贤给他插上充电，他说他想到1%再充电。对，快关机的那一刻插上，是特别有爽感。我真的第一次听说有人到1%才充电。真的假的？我感觉有很多啊。你朋友都这样？没有。嘉欣给我们说，有很多人都喜欢把手机剩1%电的时候才给手机充电。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会有这种习惯吗？如果大家觉得手机剩1%电给手机充电很爽的话，请在弹幕上打1；如果觉得无所谓的话，请打2。我觉着肯定没有几个人会打1吧。我工作这东西吧，该放弃得放弃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反正不是我跟你说。也不是我工作呀。这还挺有意思，周凯说我要工作了，然后咱做了10分钟，大太说你怎么不工作了？周凯来了一句太难了，我放弃了。我干了，我至少把日期改了。啊，创建了个新文件夹。创建了文件夹，改了一下日期 ，OK 了。今天是周末，我觉得周末在我们店里工作真的是太难了，那得有多大的定力和毅力才能在我们店这种环境中工作？现在的话又凑了7个人开始在这玩桌游了。天哪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顺丰快递。真的是太夸张了，因为我们周6的话会在店里举办一场游戏比赛的活动，然后2K 给我们赞助了10个盲盒。我认为的盲盒是很小的一个，但是我没有想到2K 给我们准备的盲盒会这么大，搞得我都有点好奇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了。我只能感受到重量，有的很重，有的很轻，每个盲盒都是不一样的。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些盲盒都拆完了。哇塞！光把它们拆出来，今天的运动量就差不多完成了。我一直认为这个字念滨，我一直叫它滨州。滨州在山东。你把深圳的镇拿出来，大部分人也不认识。放一起大家就认识了。上期视频我刚说了湖南就没有不辣的小零食嘛，然后这一期就有顾客给我们带了湖南郴州的香辣鸭，这个辣度的话我是真的能接受，不是特别的辣，在我能接受的辣度内。啊？这对湖南人来说就小零食，你们尝尝。哎，有没有可能是你现在变得越来越能吃辣了？你给嘉欣试一个，真没真没味儿，真没感觉。还真好吃，真好吃。你说实话，那字是不是念滨？让你念的话，林一个林加耳朵旁，是
这个字是不是念宾？是不？我真念宾。我操，我真念宾，我真念宾。这要我真念宾。我一直念滨州的。我觉得就是郴州的这个郴字，如果不特意告诉的话，90%人都得念它是滨州。但其实真正的滨州是在陕西，郴州的话在湖南，然后我们山东的话也有一个滨州，只不过是一个3点水的滨州。大家没有想到看我们的视频还能学到这方面的知识吧？如果觉得学到的话，就给我们投个币吧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今天店里的顾客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很稀奇的东西，叫做云腿小饼，是云南的一个特产。这个饼为什么说稀奇呢？因为它里面的馅儿竟然是玫瑰花瓣和火腿的一个馅儿，但是它的味道竟然出奇的好吃。我一个北方人根本吃不惯这种肉的点心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云腿小饼是真的非常好吃。不甜吗？甜你都能接受了，现在又甜又咸，味道很丰富，又甜又咸。还又香。哎，我咋没试咸味啊？啊？不是你都咸味你都没试出来啊？我感觉它不咸，就是。那你吃的是什么味儿？好吃啊！我觉得嘉欣他缺少2种味觉，咸和辣。哎呦！我街霸2啊！我今天买了一个街霸2的 SFC 卡带，这个是94年出的16人版本。街霸2的话，应该跟当年的拳皇98一样，都是我们90后、80后几乎必接触的格斗游戏了。所以说，我又买了一盘，回顾一下当年的感觉。再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：现在的街霸6在全平台一共是卖了600万份，但是当年的街霸2单在 SFC 平台就卖了640万份。在90年代来说的话，街霸2真的是现象级火爆的格斗游戏了，而且它里面有很多人物的操作方式，比如说升龙，比如说发波，跟现在的街霸6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延续至今。开根儿，哦，哎呦，不弄吧？哦，赛点了。这对吗？赢了。开根儿。现在楼上大厅还有3组顾客，里面那2位女生的话，现在好像是在玩双人成型。双人成型的操作难度比双影奇境的话还是会小很多的。如果第一次接触，还是玩双人成型比较合适。然后这位男生的话，羊蹄山之魂已经通关了，现在准备做全成就。然后这边还有2位顾客在玩生化危机启示录2。生化危机有那么2-3部作品支持双人游玩，但是启示录2应该是双人玩起来体验最好的一代。这个 PS5能有这个画面，感觉做了很多的优化。确实。哦，传说原理就做成这样，他 TGA 他一个奖没得到。啊 ，TGA 他一个奖没拿到，提名都没有。唉。大家觉得创业因为3年现在家里的车，但是今天晚上没想到楼下会这么热闹。现在楼下大电视的话，开始在这里玩街霸6了。为什么不玩街霸2了呢？是因为街霸2用不了 Hitbox， 单纯搓那个手柄的话，真的手搓的太疼了。这一桌玩桌游的顾客呢，现在在玩拉密。拉密这个游戏呢，大家都叫它以色列麻将，但是我觉得它比麻将真的难太多了。玩几把的话，感觉脑细胞都要不够用了。大桌的话，现在有10位顾客在这里玩阿瓦隆，现在在这里复盘。阿瓦隆这种身份阵营类的游戏，复盘的过程比玩的过程还要更好玩。游戏半小时，复盘有时候能复盘1个小时。这个打不太好。圣诞节钥匙扣，圣诞老人版马里奥，哎，圣诞节限定钥匙扣，过了圣诞节就不打了。确实，就这么定了。我接了个最牛逼的一球，多牛逼！最牛逼的一球，有一他越位了，我去！你们真出戏啊！我去，越位了！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人不要高兴太早，太伤了，我去！刚刚有多高兴，现在就有多难受。哇！我去！你要是好人，你就肯定说他处在利用和抛弃祖母的叠加。我去！没想好是吧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问了这一句，给你的啊！我信你，我没有给，你为什么用？给他俩这场。哇！哎呦！来了！我去！我靠！这就扑出来了！我靠！我说球门扑的，没说我扑的。
出门服。我去！现在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跟顾客踢毽球又踢输了，我都忘记我上次赢顾客点球是什么时候了。看样子不用点计策，确实是不太行了。那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视频，一定要给我们投币、点赞、关注一下，尤其是投币啊，各位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么咱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。